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开起来的整体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分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它的这一套动力总成，我很关注的一点就是这台发动机它的噪音控制怎么样。来，我们现在已经是 HEV 模式，大家听一下，其实发动机已经介入在工作了，能听到声音吗？听不见，真的听不见，对不对？然后我再大脚油门加速，是不是？我觉得这点就做了很惊喜。一般情况下，这种插电混动车，你看31%电了，就是亏电状态下，你一旦给这种地板油，你第一个会听见的是什么？是发动机的声音，哎，越拉越高。但这台车我再加速，有没有？有没有？你发现没有？发动机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轻微，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发动机的噪音控制真的是相当不错。另外一点就是发动机介入，就这么说吧，我觉得这台发动机它的工作呢，其实就像是公司里面最实干的那一个。我是在踏踏实实的干实事的，但是呢，我不会让老板知道。你正常开着，其实它发动机的介入和不介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已经在工作了，但是呢，你不会有明显体感或者声音上的变化。另外一点再说一说动力表现，刚刚我们测了0百加速，对吧？7秒。其实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是一台 2.0T 高功率的帕萨特这样的性能。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电机的扭矩爆发它要比油车来得更快一些，所以它的体感会更快一些。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台车在时速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它的动力性能表现怎么样？我们现在来试一下，然后我们直接切换到运动模式，然后时速现在是80，来。我旁边有个车，我们就直接超它，好吧？来，3、2、1，地板油。哦，看见没有？110。其实中段或者中后段，我这台车它的加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动力储备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点，就是悬挂表现还有操控。先说明一点，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台车的后悬挂，怎么换成了扭力梁了呀？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聊聊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这台车后悬挂换成扭力梁，我感觉应该是2个方面考虑。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增加电池了，我需要给我的电池空间做一些物理上的变动，所以我换成扭力梁，我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控制成本。那这台车我们今天聊的时候，可能它的价格会放的比较有惊喜。那我用一个扭力梁，成本更低，我给你的售价更低，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实际表现出来，整体的底盘的厚重感相比 2.0T 的2位自8真的是一点都不差。因为你想想嘛，这台车下面是有一个比较重的电池压在下面的，那你整个车身的那种厚重感就出来了。然后操控表现，来我们做几个动作，很顺滑，很顺滑，一个词儿，柔顺。整个车身是比较灵活的。其实这台车舒适性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它柔顺的同时呢，你看还能给到你一些车身的灵活性。